万众期待的魔女2，今天她来了！跌宕起伏的故事，超能力者的追杀，神秘实验室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阴谋？你终于来了！故事开始，一辆中学的校车上，所有同学都在尽情享受着出游的乐趣，可唯独一人呆呆地坐在窗边无所适从。待到同学们都玩累睡下，女孩却发现前排的大叔一直在盯着自己。果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校车脱离了原定的轨道，来到了一旁的小路。随着一道厚重的铁门缓缓打开，他们竟来到了一个神秘的采矿基地。前排的大叔简单来了个眼神交流，下一秒他们就戴上了防毒面具，一颗麻醉弹随即被扔到车内。同学们惊恐万分，迫切地想要离开这里，却被劫匪们用武力拦下。只见其中一人来到女孩身边，将她扛下车后，另一群劫匪就冲了上来，给校车来了个大清洗。待到女孩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了实验室的病床上，电视上正播报着校车出事的新闻，而一旁正是魔女1结尾处出现的白博士妹妹。原来女孩竟是最初的超能力者，现在她怀有身孕，白博士两人准备利用她的基因，创造出更多强大的个体。넌 잘 모르겠지만 우린 너희 편이야。多年以后，一个神秘的团伙闯进了实验室，对这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。待到他们离开后，一个酷似金多美的女孩突然醒了过来，看着周围的一切，她并没感到惊讶，而是淡定地拔掉身上的针管，光着脚丫离开了这里。来到实验室外，周围已经是冰天雪地，女孩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。就在这时，各种奇怪的声音传来，女孩瞬间头痛欲裂，而周围的事物也发生了变化。待到女孩再次清醒，已经来到了大马路上。突然，一辆汽车疾驰而来，差点当场报废。对方本想找女孩的麻烦，可看到她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就将她掳上了车。原来这是一群黑帮成员，他们还劫持了另一位女孩清溪，想要霸占她的农场。可清溪誓死不从，不断和黑帮周旋。看着女孩可怜的样子，清溪开始为她说话，想让黑帮众人放过女孩。可这样的言语无疑惹恼了他们，他们开始对女孩动手动脚。清溪想要阻止，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。这下女孩彻底忍不住了。等到庆熙再次醒来，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却看到女孩蹲在了男人身边，准备将她就此解决。善良的庆熙连忙上前阻止，并拿出了男人的手机，拨通了急救电话。做完这些，庆熙拔腿就跑，可没走多远，他就停了下来，看着那个救了自己一命的女孩，他还是没能狠下心，拉着女孩的手逃到了一边，联系了自己的兽医朋友后，两人准备离开这里。可不料，女孩鼻血突发，没走2步就倒在了雪地之中。庆熙将她带上车，一路来到了兽医的手术室，他开始为女孩清理伤口。让兽医没想到的是，女孩的体内竟有如此多的弹头。简单处理过后，兽医看向了女孩的 X 光片，总觉得她的身体构造有点不对劲。待到他再次转过头，发现女孩的伤口竟然自动愈合了，这让他惊讶不已。他将女孩的事告诉了庆熙，让他一定要慎重抉择，因为这样的人会给他带来无尽的灾难。可这根本不能动摇善良的庆熙，他还是选择将女孩带回家，回到了那个黑帮成员心心念的农场。看着能够切换的 LED 广告牌，女孩倍感震惊。来到屋内，里面竟有一个男人，他是庆熙的弟弟，两人从小就爱拌嘴。看着姐姐狼狈的模样，弟弟想要教育她一下，可没想到女孩出手了。庆熙见状，连忙让女孩松开，生怕就此少个弟弟。很快，庆熙就做了一桌可口的晚餐，看得女孩直咽口水。但即使这样，她还是没有开动，甚至表示自己不饿。可待到庆熙姐弟吵架的时候，她就开始了大快朵颐。等到庆熙完事以后，却发现了惊人的一幕。一个女人刚经历了激烈的战斗，满身血迹的她竟徒手取出了子弹。很明显，她也是一位超能力者，并且还是第1代。很快，她就收到了白博士妹妹的邀请，想让她出手干掉实验室幸存的女孩。原来，女孩就是用当初怀孕女人的基因培育出来的，能力相当可怕。
甚至有超过金多美的趋势。这样的人存活在世，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威胁。 이런 것들이 자꾸 세상에 나오면 안 돼. 반드시 제거돼야 돼. 为了能让他尽快找到女孩小雅，白妹妹还给了他一个特殊装置，能够搜寻到附近的超能力者。可还没等两人走出多远，就发现身后有人跟了上来。胡子哥凭借出色的车技，轻松骗过了对方，接着趁他们不注意，一溜烟就撞了上去。来人正是女人的老东家，为了报复找上门来，两人也都是超能力者，一场大战就此展开。虽说几人等级都是一样的，但要论作战经验，胡子哥可比两人强太多了，1打2更是完全不在话下。解决完复仇者后，两人继续上路。可就在这时，女兵的特殊装置突然亮起了红灯，这也就代表女孩小雅就在附近。与此同时，一个车队来到了庆熙的农场，正是之前的那伙黑帮，这次是由他们的老大带头，势必要夺下这里。强硬的庆熙拿起猎枪反抗，想要逼退众人，可这哪里下得退这群渣子？他们直接上前劫持了庆熙，还将出门帮忙的弟弟暴揍了一顿。殊不知，这一切都被屋顶的小雅看在眼里。看着小雅想要跳楼的模样，黑帮可吓坏了，连忙劝她不要冲动。可小雅根本不管，直接迈开了腿。待到众人再次抬头，小雅居然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。只见她来到了庆熙身旁，仅是一拳就揍飞了小胖，再接上一个闪现，来到弟弟跟前。黑帮众人都懵住了，他们从没见过如此凶猛的女孩。可在老大的命令下，他们还是冲了上去。但下一秒，只见小雅一耳光一个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直接来到了老大跟前。这一顿操作直接给老大吓趴在地。就在小雅准备解决掉他时，庆熙连忙冲了过来拦住了他。就算他在恨黑帮众人，也不想让小雅的手上再次沾染鲜血，狠狠将黑帮老大揍醒过后，让他们离开了这里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姐弟两人虽然知道了小雅的身份特殊，但也没有就此放弃她，反而对她照顾有加，甚至还带她逛起了超市，里面的各种试吃美食，让小雅这个吃货仿佛来到了天堂。就在日子看起来在慢慢变好时，庆熙却接到了兽医朋友的电话。原来黑帮众人在农场吃瘪过后，就找到了兽医，了解到了小雅的来历，还将兽医痛扁了一顿。就在庆熙安顿好他准备离开时，胡子哥却找上了门。他们给庆熙看了小雅实验室的视频，直言他是个杀人犯，想让他交出小雅。而另一边，一群来自上海实验室的2代超能力者也在寻找小雅的路上。之前攻入小雅实验室的神秘人就是他们。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小雅竟然还活着。他们不允许有这样的失误，所以决定将她再次抹杀。很快，他们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黑帮老大的办公室，在几人的一番逼供下，成功得到了小雅的位置。而此时的小雅还和弟弟在屋顶观看着金多美的视频，两人甚至聊到了出去游玩的事，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到来。为了能彻底解决小雅，女兵带着自己的队伍来到了农场外，准备待到庆熙姐弟俩离开后，直接炸毁此地。可她还是低估了庆熙，她并没有选择逃跑，而是让弟弟送走了小雅。但另一边，上海实验室的4人组也和黑帮赶到了这里。庆熙拿出猎枪准备再次应战，可这一次有了超能力者的支持，黑帮老大直接一枪轰向了庆熙。与此同时，女兵队伍的导弹也拍马赶到。其中一位2代超能力者看向了远方，知道有第三方的介入，于是拔出双刀就追了过去。很快，他就找到了隐藏雇佣兵的位置，两人一言不合直接开打。虽说对手是经验丰富的雇佣兵，但这几个2代超能力者却丝毫不惧，凭借自身的能力，很快就占据了上风，并且女人还觉得不过瘾，在有机会解决对方时，还故意放水，继续挑衅对方，这可把雇佣兵气坏了，直接开始不讲武德。只见女人在空中反复横跳，最后上演终极绝杀。本以为就此解决，可不料对方还有伏兵，瞬间冲向女人，一起跌落在了树林之中。女兵和大胡子也来到了屋顶之上，巡视了一圈后，并没有找到小雅的身影。而此时的黑帮老大在杀掉庆熙之后，还想解决掉弟弟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女兵及时出手，成功救下了他。看到新的对手出现，2代超能力者也不再掩饰，准备腾出战场，来场终极猎杀。
此时的小雅也终于从爆炸的余波中醒了过来，起身后的她仿佛察觉到了什么，她想起了和庆熙姐弟的点点滴滴，胸口不由得痛了起来。看着天外的烟火，她决定立刻返回农场。可就在这时，最开始的那位2代超能力者出现了，他拖着雇佣兵尸体准备回去邀功，碰巧遇见了落单的小雅。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自信，认为自己能和小雅过上几招，直接就拔刀冲了过去。而另一边，女兵看着姐弟俩的尸体，心中的怒气不断攀升，拔出刀就要解决黑帮老大，可却被2代超能力者制止。两人直接开始了肉搏。女兵见状也毫不示弱，很快就占据了上风。奈何对方多出一人，女兵直接被当成了活靶。在两人的围攻下，女兵倒在了地上，眼看就要被一枪爆头。胡子哥终于醒了，一个箭步冲了过来，成功救下了女兵。但此时的两人已经成了强弩之末，彻底失去了战斗力。就在2代超能力者准备清理掉两人时，我们的小雅终于回来了。看着庆熙姐弟的尸体，小雅彻底爆发了，径直来到黑帮老大身前，一脚下去，瞬间让他生不如死。面对2代超能力者的挑衅，小雅根本不带动手的，仅仅一个眼神就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做魔女。二人还想反抗，可在小雅面前，他们的战斗力根本不值得一提。只见小雅仅是盯着对方，就让他开始了自残。可这样的伤势，对方很快就会复原。小雅也不再留情，直接用意念让他身体变形，拎着头发轻松扔了出去。而那位断手男子还以为自己能有多牛，摆起架势就要蓄力大招。可这一切在魔女眼中完全就是浮云，直接给他来了一手正面教学。漫天的砂石直接将男人包裹，慢慢侵蚀着他的身体。待到小雅不想玩了，直接给他脑袋搬家。看到这，最后的2代超能力者被吓坏了，连忙开始向后倒退。可就在这时，车灯突然亮起，我们熟悉的老朋友终于登场了。你终于来了。没错，来人正是一代魔女金多美。尽管这个装扮有点显老，但那个人畜无害的样子还是没有丝毫变化。女人连忙向她汇报，直言小雅是个彻彻底底的惯例。可不料金多美直接发话，小雅其实是自己的妹妹。随后就将女人瞬间秒杀。原来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，想要治疗超能力带来的后遗症。而小雅则是唯一和母亲有心灵感应的人。起初她并不相信小雅是自己的妹妹，但通过这一路的见证，她现在完全相信，因为只有自己的同胞才能够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。趁着小雅为庆熙姐弟祷告之际，金多美直接将她迷晕，带上车离开了这里。不久之后，女兵和胡子哥也终于醒了过来，与李钟硕带领的军团成功会合，他们准备一起合作抓捕魔女。而远在天边的白妹妹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，又或许这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。